顾晨毅花费巨资同我举办世纪婚礼，新婚当晚，他就扔下我去陪重度抑郁症白月光。我拎着电锯拆了他家的门，跟他提离婚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庄娇娇哭的眼睛都肿了，我愿意把陈哥哥还给姐姐，我的命而已，没有姐姐的心情重要。顾晨毅心疼得不像话，警告我，要是娇娇被你逼得自杀了，我让你陪葬。后来我跟他好兄弟鬼混，被他撞见，他红着眼挽留。江绵，你跟他断了，我可以当这些没发生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不行，他见不到我就会闹自杀呢。你这种大善人，不会逼他去死吧？我穿着婚纱，拎着电锯，割开庄娇娇家门时，顾晨毅怀里正搂着他的白月光。我们白天刚举办了让人艳羡的世纪婚礼，可庄娇娇一闹自杀，她在新婚夜就抛下我来找她，连我电话都不肯接。庄娇娇重度抑郁症是装的，现在能跟我回去了吗？我强忍心头不适，关掉电锯扔在地上，把手机屏幕对到了顾晨毅眼前。视频里，所谓的心理医生亲口承认，他只是庄娇娇花钱请的群众演员，他喝的抗抑郁药只是维生素片，铁证如山。然而顾晨毅只瞥一眼，就认定我给他心上人泼脏水。江绵，你不能因为吃醋就在娇娇的病情上颠倒黑白。我眼角酸涩，几乎忍不住。你还记得今天是我们的新婚夜吗？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，可娇娇重度抑郁症，她喜欢我，没有我陪着会自杀。你总不能让我眼睁睁看她去死。顾晨毅无奈叹气，起身想摸我的头，可庄娇娇泪眼婆娑喊住他：陈哥哥，你碰他一下，我都觉得脏，心里不舒服。好，听小醋缸子的，我不碰他，这下开心了。顾晨毅毫不犹豫收回手，重新坐回去，宠溺地把他搂进怀里。我看不到的地方，你也不许亲他，更不许睡他，我觉得恶心。好好好，都听你的。看着两人打情骂俏，我心一点点沉了下去。我从小就是校花，男同学给我递的情书能堆满垃圾桶，但我自小无父无母，那些幼稚的喜欢只让我觉得厌烦。我只想着再多考几分能拿奖学金，得卖几个塑料瓶子才能凑够生活费。顾晨毅红着脸跟我告白时，我连头都没抬就拒绝了。可后来有群缺钱的小混混打我主意，要逼我坐台挣钱。我被剥光衣服按在床上时，是顾晨毅冲进来救了我，他还因此被打断好几根肋骨，断了一条腿，在医院躺了3个多月。自从父母死后，我头一次感到这么汹涌的爱意。我答应顾晨毅做他女朋友那天，他抱着我开心转了好几圈。我们相爱10年，好不容易他家里松口，我以为终于苦尽甘来。可他白月光离婚回国，我就成了多余的。我收起手机，抬头时泪也跟着逼回去。顾晨毅，我们离婚。庄娇娇不敢置信看着我，姐姐，你现在跟陈哥哥离婚，是想让所有人误会我破坏了你们的婚姻，骂我吗？他眼泪扑簌簌掉下来，推开顾晨毅下床，拉开抽屉，拿出水果刀，横在脖子上。我现在就去死，我把陈哥哥还给你，这下你满意了吗？顾晨毅冲过去，一把抢过刀，愤怒扔向我。够了，江绵，娇娇要是出事，我要你给她陪葬。我躲闪已经来不及，刀尖从我脖子上划过去，留下长长的血痕，血液吧嗒吧嗒滴在地上。真奇怪，伤的是脖子，心脏怎么这么疼呢？
顾晨义慌了，快步走过来，想要看我的伤口。江年，你没事吧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冷冷看着他，用力一巴掌甩过去。顾晨义，我们完了。顾晨义嘴唇哆嗦着，想说什么，可庄娇娇一哭，他就什么都顾不上了，一门心思哄她。我穿着被血染红的婚纱，一个人跑到医院包扎，准确地说，不是一个人。我在路上偶遇了齐四，他坚持陪我一起，就算我是阿义的好兄弟，也看不下眼了。他怎么能这么粗鲁？如果你是我老婆，我把你捧在心尖上还来不及，怎么可能多次出轨，还为情人伤你？齐家是顶级豪门，别人都说齐四脾气臭还毒舌，他不高兴时，路边狗都得被踹一脚。可顾晨义圈子里那些人看不起我，齐四是唯一对我释放善意的人。我睫毛颤了颤，多次出轨，齐四面露纠结。我也不是背后想说兄弟不是，可我不想瞒你，阿义之前几次国外出差，缺席你生日，你生病也不管你，其实都是陪庄娇娇去了。我以为庄娇娇回国这一个月，顾晨义才变心，原来他早就出轨了，只是在我面前演得好。你还好吧？齐四担忧地拉了下我的手，又红着脸松开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唐突你的，实在是阿义做得太过分了，我很担心你，你关心我，我开心还来不及。我不是傻子，能看出来他对我有些别的心思。以前我刻意避嫌，这次我只犹豫一瞬，主动拉了下他的手，还用手指勾了他的掌心。齐四喉结滚动了下，盯着我的目光像是要吃人。我头一次跟别人搞暧昧，总觉得心虚，有些慌乱，避开了他的视线。等处理好伤口，我回婚房打包行李。齐四很有分寸，开车把我送到家门口就走了。只是离开前，他对我万般歉疚道：阿义做事从来不照顾别人心情，不如我善解人意。你如果不高兴，想找个人说说话，或者需要任何帮助，可以随时联系我。我收拾好行李，摘了婚戒，打印离婚协议书，签好扔在桌上，拉着行李箱就出了门。保姆拦不住我，急匆匆给顾晨义打电话，可他压根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我只是一个孤儿，而顾家是豪门，他认定我舍不得离开他。顾晨义让公司暂停了我的工作，我辛苦争取来的一个大单，也被他一句话送给了庄娇娇，而他只敷衍得给我发来一条消息：你太优秀，会给娇娇带来压力，工作先都停了吧，乖乖听话，我保证你可以接着做顾太太，这样就算你无父无母，也可以永远有个家。我想要个家，但不是什么烂人都配及我家。我等着顾晨义签完离婚协议书，我们就去离婚，从此一刀两断，他爱陪谁就陪谁。可我没等到他签，倒是他朋友们在群里说了不少他跟庄娇娇的事。他以他名义捐助3000万为他祈福，他买空整座城市的鲜花，只因他突发奇想，想要鲜花城堡。他不眠不休为他亲手打磨钻石戒指，就因为他羡慕我手上这枚诚意满满的婚戒。我被恶心得够呛，去找顾晨义。助理说他出差了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无奈叹气：我以前爱过娇娇，但也仅此而已，现在只是同情他，你没必要嫉妒他，更没必要因为这个跟我离婚。你不是一直想资助你待过的那家福利院吗？我给他们打了20万，你也消停消停吧。顾晨义说自己还要忙着开会，直接把电话挂了。然而庄娇娇下一刻就给我发来她在酒店浴室洗澡的照片。我问陈哥哥他更喜欢谁，他说我更紧，恨不得死在我身上呢。
哪怕知道顾晨毅早已越界，可看到这张照片，我脑子里仍被炸得一片空白。我缓了好一会儿，截图聊天记录发给庄娇娇跟我的所有共同好友以及朋友圈，然后给齐四打去电话，约他在酒店房间见面。喜欢玩婚内出轨是吧？好，我满足顾晨毅。齐四来得很快，来之前似乎还特意打扮了下，看起来更显得肩宽腰细腿长。澡都洗了，他问我们约在这里见面，要是被阿义撞见误会了，是不是不太好？睡了就不叫误会了。我踮着脚尖，仰头吻他。撩人时撩得手到擒来，可体型差太大，赤诚相见时，我还是打了退堂鼓。我按着齐四的胸肌站起来，下床想逃，然而他跟过来，从后面搂着我的腰，轻笑着把我按在桌子上。原来绵绵喜欢这样。雷声炸响，外面下起大雨，玫瑰花花蕊里颤巍巍包着一团雨水，被风轻轻一抽打，花蕊里的水便溅得哪里都是。疾风骤雨，娇嫩花蕊不堪折磨，破碎糜烂得更鲜红了。一片铺天盖地的大雨里，手机铃声乍然响起，顾晨毅3个字不断在我手机屏幕上跳跃。我没打算接，齐四抱着我点了接通，还放在了我嘴边。江绵，你……顾晨毅才开口，齐四撞了一下，我眼泪流了出来，紧咬着唇，还是发出声响，忍不住羞恼大喊：齐四！他不理我，磨得更厉害，我哭的眼泪都止不住。顾晨毅听见了，厌烦道：都说了我陪娇娇，只是顾念她的病情，你怎么就醋劲儿这么大，哭成这样？我哭得说不出话。齐四戏谑，可能是绵绵太难受了吧，她就是度量太小。阿四，我腾不出空，你替我多哄哄她，等她情绪稳定了，让她当众澄清，是她屁图污蔑娇娇，不然那么多人说娇娇是第三者插足，她受不了的。顾晨毅没耐心哄我，庄娇娇喊他一声，他立刻就把电话挂了，没能听见我失控的喊声。他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，觉得哪怕他伤尽我的心，我也不会背叛他。雨下了3个多小时才停。我洗澡离开房间，等在电梯外面时，腿一软，差点摔倒。齐四眼疾手快捞住我的腰，对不起呀，绵绵，我要是知道阿义跟你谈这么多年，没这么疼过你，我一定会再温柔点的。电梯门打开，里面正好是顾晨毅。我头一次做贝德的事情，几乎下意识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分不清到底是刺激还是害怕。顾晨毅却只皱眉看着我，你跟踪我。我毫不避讳靠在齐四怀里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你能在酒店约人，我也可以，就你。顾晨毅没忍住笑了。好了，不用故意说这种谎话刺激我了，就算你有心勾引阿四，他也看不上你这种人。齐四意味不明道，如果我说我喜欢了绵绵很多年呢？顾晨毅无奈道，阿四，你怎么还配合他说谎？陈哥哥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跟姐姐了？那我走，我的命不如姐姐心情重要。庄娇娇走过来，看到这一幕，哭着就跑开了。顾晨毅心疼的不行，立刻跑去追。养女人的公子哥不少，可像阿义这种完全不给妻子颜面的，只有他一个。但是绵绵别伤心，你还有我。齐四亲了亲我的唇，耳朵都是红的。要不是今天被他逼着开发了那么多新花样，我就真要被他这纯情样子给骗了。刚好到了晚饭时间，齐四说他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火锅店，我这人嘴馋，毫不犹豫跟他去了。火锅店人格外多，排队间隙，我拿出手机
群里正好弹出消息，顾晨毅舍不得让庄娇娇被骂，见我不肯背锅，他主动说是他逼庄娇娇跟他在一起的。消息也是他用庄娇娇手机发的，因为他真心爱的是她，跟我结婚是被逼无奈，想以此逼我离婚。顾晨毅发完群消息跟朋友圈后，给我发了私信：江冕，你不愿意为娇娇澄清，我只能这么说，你别再闹事了，不然我不介意换个人当顾太太。说的好像他有多委屈一样。我没理会他，只是看着群里不断弹出的消息，我就说，顾少怎么可能看得上一个孤儿？也就娇娇之前嫁人了，他才有机会趁人之危。女人嘛，长得漂亮点就真把自己当公主了，以为谁都要哄着她。顾晨毅朋友们在群里对我冷嘲热讽，以前他还训斥他们2句，现在跟没看见一样。我正要打字，齐四跳出来骂他们：顾晨毅是你们爸，还是庄娇娇是你们妈？让你们这么护着，一个个吃屎了，说话这么臭，你们都是私生子女呀！这么支持婚内出轨，一群傻逼玩意儿！他是群主，发完消息就把群解散了。齐四骂完，见我看着他，身子一僵，委屈巴巴：我平时不这么粗鲁的，你不要嫌弃我。我笑了，你替我说话，我干嘛要嫌弃你？我还不至于好赖不分。这家火锅确实很好吃，我吃得浑身冒汗，痛快淋漓。就是齐四看我的目光越来越不对劲儿。出门后，他一开始只是搂着我肩膀，然后滑到腰，掌心火热，隔着衣服都能传到我身上。跟顾晨毅在一起那么久，他性子温吞，那种世上向来规矩温柔。结果今天我才知道，什么叫欲生欲死，舒服是舒服，累也是真累。明明一开始生疏的位置都找不到，后来却……我甩开他的手，气恼道：齐四，我累了，绵绵把我当什么了？我跟阿义可不一样，我会心疼人，我就是怕你腰酸，给你揉揉腰。齐四无辜眨眨桃花眼，给我按腰。看样子我好像真误会他了，我累得够呛，直接跟齐四回了他的住处。顾晨毅不肯离婚，非要玩婚内出轨。没事，我乐意奉陪。倒是齐四，听说我要跟他同居，神色不太对。要是你担心被顾晨毅发现，破坏你们兄弟情，坏你名声，我可以换个人，男人多的是，我没必要强人所难。齐四顿时急了，我就算跟好兄弟闹掰，被人说闲话也不要紧，只要你不受委屈就好。我高富帅，单身年轻还有劲儿，是最优选，哪怕不愿意给我名分，我也愿意跟着你的。听他这么说，我都觉得内疚了。人家好好一个公子哥，跟我这种有妇之夫扯上了关系，我做事确实不地道。可我带齐四家里，看着他家全都成双成对的生活用品，还有一堆女士衣服跟护肤品，我那点内疚顿时消散了。那些东西都是新的，还没拆封过，可女士用品准备的这么全，还这么快，一看他就没少干这事。不过我就是搞一段婚外情，也没指望出轨找到真爱。我在齐四这儿住了半个月，过去10年都没这半个月被人压的次数多。客厅沙发、地毯、浴室、餐桌、阳台、卧室，哪个地方都能被齐四利用上，搞得我不论在哪儿跟人视频面试，都觉得羞耻。得亏我孤儿没亲戚，被齐四缠着喊那些乱七八糟的称呼，也不用在面对亲戚时尴尬。而且他看着高高瘦瘦的，却有一身很漂亮的薄肌，我都不知道他只用2条胳膊抱着我，怎么能抱那么久？齐四一天24小时缠着我，都不觉得腻。我们10句对话，能有9句在活动。阿义只顾着陪庄娇娇，他留给你的遗憾，我来补。
绵绵不如去我公司，我们还没在办公室试过，补个鬼，我都要被补肾虚了。我咬着唇，浑身打哆嗦。齐四倒吸一口冷气，凑到我耳畔说了句荤话，我臊得脸色通红，气恼打他，他反而更来劲。我半个月都在应聘新工作，确定下来新工作后，我去顾氏集团办理离职，半个月没见也没联系。顾晨毅看见我就是呵斥，我以前就是把你宠坏了，才让你这么无法无天。你想好，要是你今天离职，没有公司收留，我也不会再录用你。我讥讽道，你是聋了，听不清人话吗？我要离职，别说的好像你破例开后门收留我一样。我光明正大面试进的公司，业绩也都是我自己辛苦苦拉来的，我从来不欠你的。我拿着我的东西，扭头就走。顾晨毅没拦，只在我身后道，你最好别后悔，放心，永远不会。我头也没回，离开总裁办公室。庄娇娇在走廊拦住我，得意洋洋，我把陈哥哥让给你10年，你都抓不住他的心，真废物啊！我打开手机录音，冲他笑笑，你这么有能耐，怎么顾晨毅不肯娶你，只肯把你养在外面呢？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庄娇娇气得脸都扭曲了，你嫁给他有什么用？他心里只有我，就算你拆穿我装病，他还是会选择抛下你陪着我。我冲他晃了晃手机，那我要是把你坦白装病的事录下来，发给顾晨毅，你觉得他还会这么宠你吗？闻言，庄娇娇慌张无比冲过来，想夺我的手机，指甲抠得我胳膊疼。啪！我一巴掌扇在他脸上，厌恶地推开他，滚开！要不是顾晨毅眼瞎看上他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跟这种恶心东西扯上关系。庄娇娇摔在地上大哭，顾晨毅听见动静赶了出来，冲我怒喝，江绵，你干了什么？打人啊？你眼瞎吗？把录音发给顾晨毅后，我没理会他的叫嚣，径自离开。除非我傻了，才会留在原地挨虐。本来心情糟糕无比，可我走出公司，一眼看见齐四散漫靠在跑车旁，他左手腕上挂着我想吃的抹茶蛋糕袋子，右手腕上挂着珠宝店手提袋，怀里还抱着一捧鲜艳红玫瑰。看见我，齐四眼睛都亮了起来，挂着一堆东西就冲了过来。等久了吧？我心情倏地就好了起来。齐四强颜欢笑，那么多年都等过来了，只是这一会儿算什么？你在里面待这么久，是不是放不下阿义？你放不下他也没事的，只要你愿意在身边给我留个位置就好。他情话张口就来，可哪来的那么多年？我发现他对我心思不纯，有意避着他。我们统共也没见过几次面，总不至于他对我一见钟情，因着一副皮囊等我这么多年吧。我没拆穿，也没深究，就是出轨对象而已。他图我皮相，我把他当工具，本来就没几分真情。我笑笑说我去新公司报道，让他去忙活自己的事情。其四平时粘人的厉害，恨不得让我变成挂件揣在身上，今天却格外听话。他给我叫了辆车，他开着自己的骚包跑车就走了。我等车间隙，顾晨毅给我发来消息，妈这几天又犯头疼，你现在过去给他按摩按摩，刚好他也想吃你做的饭了。我为了能顺利嫁给顾晨毅，想方设法讨好他家里人，卑微到了极点。他早就习惯了我的付出，发完命令后，他默认我会殷勤跑过去，甚至没打电话问下我有没有事，更没提庄娇娇装病的事。我自嘲地扯了扯唇角，收起手机，坐车去新公司。顾晨毅把我争取的大单给了庄娇娇，还要求我把所有客户喜好告知他，
方便他接手我的一切，我辛辛苦苦争取来的一切，凭什么无条件给别人？反正那笔大单还没签合同，我直接说服大客户跟我新公司合作，而且我通知那些老客户，我跳槽到了新公司，还为他们争取到了一个新的福利价格，让他们有需要随时联系我。新公司对我刚来就带大单很满意，销售部总监特意来接待我，他看到我，笑的眼睛都只剩一条缝。江小姐，你总算来了，总裁在办公室等你，他可是很看好你的。他一路把我带到总裁办公室才离开。我敲门进去，心中打好了跟总裁交流的副稿，谁知才进去，有人一把拽住我，把我按到了墙上，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尖叫声都到了嘴边，被人捂住了嘴。绵绵，是我。齐四低头亲吻着我，手顺着我的衣摆就钻了进来。我拽住他的手，羞恼道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刚收购了这家公司，网上资料还没更新。”齐四坐在办公椅上，顺势把我扯到了他的腿上，腰真细，一只手就握住了。他声音阴哑，手顺着腰往上移，不像这里一只手都握。我一只手捂住他的嘴，脸都是烫的，闭嘴。另一只手慌乱去系扣子，这狗东西什么时候解开的？可越慌越系不好，反倒是掌心被舔舐了一下。我仓皇收回手，跳下去，可齐四跟着站起，抓着我的手，让我扶在书柜上。齐四，这里是办公室，要的就是办公室。他慢慢悠悠。我眼泪都出来了，我想骂他，又不敢大声，想躲，可无处可逃。没锁门，随时会有人进来，我快吓死了。齐四俯身吻我，眸色黑黝黝的，里面似有火，烫得我不敢直视。没事，我交代过了，不许人打扰。他这个交代怎么都容易让人想歪，以后我怎么面对同事？我头一次知道总裁办的桌子这么大，这么硬，地毯那么软，盥洗室里的镜子格外干净，人的每根汗毛似乎都能照清楚。休息室那张榫卯结构的全木床光，价格贵了，不够稳。手机铃声响起时，我像是看到了救星，齐四却不肯放人，直到外面有争吵声响起。办公室的座机也跟着叮铃叮铃响个不停。顾晨毅冲了进来，他妈给他打电话，说我嫁进顾家后就原形毕露，以前的孝顺都是装的，现在他头疼，我都不肯去照顾他。顾晨毅不满意，打电话想让我去老宅给他妈赔礼道歉，可他打电话我没接，他四处找我。才知道这半个月我跟齐四住在一起，现在还入职了他的公司。顾晨毅发觉不对，来公司找我，然后就当场捉奸。他看着一室凌乱，还有我跟齐四，眼底爬满红色血丝。齐四，老子他妈把你当兄弟，你睡老子老婆！顾晨毅一拳揍到了齐四脸上，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愤怒的样子。齐四也不还手，任由他打，脸都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。平时看着也挺精明的一个人，怎么挨打都不知道躲。我皱着眉套上衣服，想拉开顾晨毅，可一个成年男人的力气实在太大了，根本拉不开。我拿着花瓶砸在顾晨毅头上，哗啦一声，安静了。顾晨毅头上流着血，不敢置信看着我，你为他打我，打的就是你，我没动过你的人，你也别动我的人，不满意可以离婚，再打我的人，我跟你没完。我看都没看顾晨毅，拉着齐四去医院处理伤口。顾晨毅平时为了陪庄娇娇，整天拿工作忙搪塞我们10天见一面都算多的，这会儿他倒是不忙了，亦步亦趋跟在我们身后，也来了医院。
顾晨一红着眼问我，是不是他要挟你？没有，那就是他勾引你。不是，是我勾引他的。顾晨一攥了攥拳，几次深呼吸，才带着颤音痛苦开口：多久了？我勾唇笑笑，也没多久，不过比我们在一起10年做的次数都多。你给我打电话，问我为什么哭那回。那会儿我跟齐四在酒店，也是我们第一次。旁边，齐四突然轻轻倒吸了一口冷气。怎么了？我立刻走了过去。太疼了。齐四说完，又赶紧道：我没有怪阿义的意思，本来就是我的错。别说他只是打我打得狠了点，打残我也只能受着。我只是太疼了。顾晨一头上已经缠上了绷带，听见这话，他快气疯了。齐四，你他妈装什么？他还想冲过去打齐四，我挡在齐四跟前，冲着他厌恶道：先出轨的是你，你在这儿装什么无辜受害者？要我跟媒体好好说一说，你新婚当晚去干什么了吗？以前顾晨一跟人发生冲突，我从来都坚定地站在他身旁，这是第一次。我站在他的对面，顾晨一看着我，眼圈一点点红了，里面盛满了痛楚跟慌乱。可我一点不心疼，只觉得恶心。我拉着齐四走了，顾晨一想追，没挤上电梯，他疯狂给我打电话，手机铃声听着烦人，我把他拉黑了。我婆婆得知我跟齐四的事，气得骂我就知道你还是个不安分的，才结婚就出轨阿义的好兄弟，跟他在办公室鬼混。顾家有你这种媳妇，真是丢脸。我早就看不惯他了，你还知道丢脸？你儿子新婚夜跑出去跟人鬼混的时候，顾家就没脸了。你知道你儿子已经结婚了，还撮合他跟你闺蜜女儿的时候，顾家已经连脸皮都不剩了。也就我喜欢他儿子时，他才是个东西，我连他儿子都不要了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他是豪门贵妇，不是满清老佛爷，不是人人都要捧着他。婆婆气得像是要晕过去了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我直接把电话挂了，拉黑。顾晨一换了好几个号码联系我，都被我拉黑。有共同好友替他说好话。顾少以前就是被庄娇娇给骗了，他装重度抑郁症，还闹自杀，他也是没办法。阿义现在已经跟庄娇娇断掉关系了，联系方式全部拉黑，见面也不说话，他都做到这一步了，你就原谅他吧。顾少也是被人骗了，你们恋爱10年不容易，他现在知错就改，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帮他说话的人有一个算一个，我都拉黑。没考虑过我感受的人算什么好友？顾晨一压根不在意庄娇娇是否骗他，只是享受那种被女人千方百计讨好的感觉。他仗着优越的家世跟我对他的爱，以为我舍不得离开他，背叛他，就肆无忌惮地跟庄娇娇搞暧昧。所以我拆穿庄娇娇装病，他不在意，可我出轨却让他愤怒惶恐。顾晨一联系不上我，只能想方设法在路上堵我。1周过去，我还是被他堵到了。他平时总是温润如玉的模样，可现在却眼底遍布血丝，看着癫狂。顾晨一攥住我的手腕，江绵，我知道你出轨齐四，只是为了报复我，你跟他断了关系，我可以当作这件事没发生过，我们继续当恩爱夫妻。那恐怕不行呢。齐四离了，我不能活，你也不忍心逼自己好兄弟去死吧？我用力抽出手，齐四那是在诓你，就是为了骗你留在他身边。还有，他以前老打架，那次故意挨揍，就是为了让你心疼他。我打断顾晨一，我知道他装的呀，我乐意。之前你知道庄娇娇是装的，也很乐意，你理解我的对吧？
顾晨义脸色刷得惨白，我懒得理他，转身就走。顾晨义却追了上来，大喊道：我是真心爱你，才不计较你的出身，可齐家那样的顶级豪门，怎么可能让齐四跟你一个有夫之妇纠缠？他就是玩玩你而已，就算他喜欢你，齐家也不会让你进门。齐四才下车就听到这句话，急忙道：绵绵，你别误会，我家里一直以为我对阿义情根深重，现在知道我有个喜欢的女人，高兴还来不及，只要你愿意，明天办婚礼都行。顾晨义气的当场就跟他打了起来，可最后被打得喊疼的也是顾晨义。齐四委屈巴巴跟我控诉，我脸上被打肿都没喊疼，阿义身上都没伤，喊得跟要死了似的，他是在骗你心疼。要不是我小时候经常在福利院打架，知道他打的那些地方疼还不留痕迹，我就真被他骗过去了。可我没有拆穿，只问他：你疼不疼？很疼的。我扶着装模作样的齐四上车，跟他一起回家。我出轨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顾家嫌丢人，顾晨义最后还是被他们逼着跟我离了婚。离婚冷静期满，我跟他去民政局领了离婚证。顾晨义心情很低落，出门时他问我：你会跟齐四结婚吗？结不结都跟你没关系。我看见齐四站在车边捧着玫瑰冲我招手，笑着冲他走了过去。以后会不会嫁给他我不清楚，不过前几天我看见齐四翻出的老照片，才发现他小时候长得又黑又瘦，跟现在一点不一样。他竟然是我在福利院时经常护着的一个小伙伴。当年他被警察从人贩子手里解救后，因为说不清家庭信息，也找不到他父母，在福利院待过3年。后来他被亲生父母接走了，我们再没见过。我们15岁时再重逢，可惜10年过去，我才认出他。齐四总说，我们故人重逢是天赐的缘分，你就该是我老婆，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，先处着吧，起码他技术不错，我还没腻。以后的事谁说得准呢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